俄军周末继续在乌克兰多条战线发动攻击，首都基辅周围一再传出爆炸巨响，附近地区也有激烈战斗。俄军称已进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不过哈尔科夫州州长表示，乌克兰方面还控制着哈尔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会见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时，要求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乌克兰方面也在加大抗击俄军的力度，不仅向乌克兰居民发放武器，乌总统还最新宣布成立新的部队，由希望参与击退俄军队的外籍人士组成。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局势将何去何从？双方是否还有机会重回谈判桌？来看报道。俄国防部周六称，已拿下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市。当地时间周日，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公告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共使975个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瘫痪，其中包括23个指挥所、3台雷达、31个 S-300、山毛榉 M1 和黄蜂防空导弹系统，以及48个雷达站。武装部队击落8架作战飞机、7架直升机、11架无人机、2枚原点 U 导弹。此外，俄罗斯武装部队还摧毁了223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28架飞机、39台多管火箭发射器、86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143辆特种军用车辆。俄罗斯呢，他还是想就是以打促谈，能够就是通过这个发动对基辅的这个进攻，希望乌克兰政府软下来，能够接受他谈判的这个意图，但是现在来看呢，还是这个战争呢可能还会焦灼。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克兰部队在基辅附近的哥斯托梅利地区歼灭了一支车臣特种兵部队。乌克兰媒体还公布了一名车臣俘虏的视频，以此证明歼灭该支特种部队。不过，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了有关消息。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联系了他们，他们比所有活着的人都更加有活力，比那些坐在沙发上敲出假消息的人更有活力。这些小伙子们斗志昂扬，没有一丝一毫的伤痕。他们弹药充足，自制的肉干也很充足。他们非常遗憾，一天只有24小时，不然的话，今天就可以结束行动了。”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周日在推特上称，基辅正在组建 IT 军，继续在网络战线上作战。他还转发了消息应用程序 Telegram 一个频道的链接，该频道鼓励黑客对俄罗斯主要能源公司和金融公司实施网络攻击。乌克兰国内军民同仇敌忾，好像有这个决心要就是抵御俄罗斯的进攻，同时呢，他们也得到了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援助。俄罗斯方面来看，如果要是战争这样焦灼的话，他们也会加大这个进攻力量，导致这个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在战事进行的同时，各方也关注双方谈判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日表示，由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的成员组成的俄罗斯代表团已经抵达白俄罗斯的戈梅利。佩斯科夫称，俄罗斯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正在等待乌克兰人的到来。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表示，华沙、布达佩斯或伊斯坦布尔都可能成为谈判地点，但白俄罗斯的城市不在选项中。而仅在几个小时后，据俄罗斯卫星网最新消息，俄总统普京助手说，乌克兰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将与俄罗斯举行会谈。双方最后的目的，最后这个战争的博弈还是要以打促谈，谈判桌上解决所有的这个相互的这种关切。那目前来看呢，双方的筹码都没拿够，所以还是要打下去。我们看今天已经就是攻克了这个哈尔科夫。从我对于这个最近几天战事的观察，我觉得战争可能离结束不远了吧。周六，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变化，支持一切有助于缓和局势和政治解决的努力。
围绕欧洲安全问题，各国的合理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在北约连续5轮东扩情况下，俄罗斯的正当安全诉求理应得到妥善解决。王毅说，冷战早已结束，北约有必要重新考虑自身的定位和承担的责任，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当彻底摒弃。中方支持北约、欧盟与俄罗斯重启对话，寻求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实现欧洲大陆的长治久安。